你最近是不是也为了减脂而头痛呢？我跟你说，很多人卡关的问题之一就是搞不懂有氧跟 HIT 到底要怎么做。一下子听说 HIT 15分钟就可以胜过跑步1小时，一下子又有人说一定要慢慢跑，然后把时间拉长才会有用。结果搞到最后，今天慢跑，明天跳 HIT，累都累死了，体重还是不动如山，真的会让人觉得很烦。我直接跟你说，这个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一开始就没有搞懂这两个东西的玩法。今天我就把 HIT 还有慢跑这两个东西拆开来，让你一次搞懂你到底该选哪一个。好，我们先来讲结论。如果你问我单位时间的燃脂效率的话，那肯定是 HIT，这没有什么好争的。但是这不代表慢跑就不好。我们先一个一个来。首先第一点，运动的当下谁燃烧比较多的热量呢？这个其实很直接，就像你开跑车跟开小轿车，谁的瞬间油耗高？一定是跑车啊。所以 HIT 就是那个跑车，它会要你在短时间内用尽全力去做冲刺。所以如果我们只看每分钟的热量消耗的话，HIT 绝对会比你慢跑还要多很多。举个例子，同样运动30分钟，慢跑大概会消耗280到360大卡，HIT 训练可以达到350到450大卡。从效率上面来说，HIT 完胜。可是这里有一个重点，很少有人可以维持高强度的 HIT 整整30分钟，通常10到20分钟你就差不多耗尽体力了。这就带到我们下一点，总热量消耗还有后燃效应。刚刚讲的是运动的当下，但 HIT 真正厉害的地方是所谓的后燃效应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当你运动完，人已经瘫在沙发上动不了了，但你的身体还在持续燃烧热量。因为 HIT 的强度很高，你的身体等于是经历了一个小灾难，它会花好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去修复你的身体，去恢复你的身体。那这个过程就需要额外消耗热量。那慢跑呢？它很温和，跑完步你可能喘一下就好了，身体很快就没事，所以它的后燃效应很低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但是慢跑有一个优势，就是你可以做的比较久，这就解决了一个迷思。如果你跑步1个小时，消耗的总热量当然会比只做15分钟的 HIT 还要多。所以问题从来都不是哪一个比较好，而是你要怎么去使用它们。所以再来第三点，它们对于肌肉的影响，这点对于你想要瘦出紧实苗条的身材，或者是练出臀腿线条来说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好不容易练出来的肌肉，最怕的就是在减脂的时候掉光光。那做有氧什么时候会掉肌肉呢？答案是当你的有氧多到影响你的健身表现的时候。我们人体的恢复能力还有体力其实都有限，如果你做了太多有氧，导致你隔天健身的时候没有力气，举的重量开始往下掉了，那就表示说你的肌肉开始流失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HIT 这种短时间的爆发力训练，因为总时长很短，反而比较不容易影响到你的健身效果，而且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保留肌肉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每天都花1到2个小时去长时间的慢跑，那占用掉非常多的恢复资源，掉肌肉的风险当然就会比较高。听到这边，你是不是觉得说，哇，那以后就做 HIT 就好了？千万不要这样想，这个就是最多人会受伤的地方。你想想看 ，F1 赛车非常非常快，可是你可以每天开去上班吗？不可能，对吧？所以 HIT 的缺点非常的明显，对新手很不友善。你没有一定的体能基础，硬要去做的话，膝盖啊、脚踝就很容易会受伤。再来是不能每天做，强度这么高，你身体需要时间恢复，天天做，那就很容易会有过度训练跟受伤的问题。那慢跑的优点在哪里呢？第一个是门槛低，而且很安全，它会帮你建立体能，培养运动习惯。那这个对关节的冲击其实也小很多。在第二点，压力释放。有时候你不想动脑，只想要放空跑步流个汗，那种舒服的感觉是 HIT 给不了的。再来第三个，作为突破平台期的工具，当你重训强度还有 HIT 其实都已经再到顶了，都没办法再增加，再加入可能就过度训练的情况下，加入一些低强度的慢跑，就成为额外燃烧热量的好方法，可以帮助你突破平台期，同时保留更多肌肉。所以
这两个没有哪一个是比较好。聪明的人就是会看情况搭配使用，所以我直接给你一个建议：如果你是刚开始运动的新手，或者是体重基数比较大的情况，你就先从慢跑或者是快走开始，先花1-2个月把你的心肺功能还有体力建立起来，让身体去习惯运动。那如果你是时间不多的上班族，就以 HIIT 为主，慢跑为辅，一周可以安排1到2次 HIIT， 然后找时间再额外跑30分钟，当做恢复。那如果你已经有在重训，想要让线条更明显的话，那你的主力项目应该就是重训加 HIIT， 把慢跑当成是非训练日，不想动脑的那种放松的活动，或者是当你减脂卡关的时候，用来增加总热量消耗的秘密工具。你看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，他们不是敌人，你可以让他们合并起来，你就可以变成说，先有重训，然后 HIIT， 额外再有一个慢跑来帮助你突破平台期，增加热量消耗。这样子你不仅可以练出身材线条，而且也不容易受伤。好，聊到这边，希望你对于有氧还有 HIIT 有更清楚的了解。那如果你听完之后还是觉得有一点混乱，或者是你就想要直接找一套有效的方法来瘦出紧实苗条好身材，或者是打造出人人称羡的臀腿线条，那点击下方影片描述栏的链接，来看看我的好身材突破系统。在这个系统里面，我会直接给你一套清晰的蓝图，包含个人化的训练规划，根据你的体能还有目标，告诉你重训 HIIT 跟慢跑要怎么精准的安排，不再让你瞎练。然后还会教你饮食指南，教你怎么吃才可以有效的减脂，同时保留住肌肉量，让你吃得饱还可以变瘦。在最后一个进度追踪跟调整，我将会带你一步一步突破平台期，让你可以持续的看到改变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会帮你把所有卡关的问题解决掉，让你少走一堆弯路，直接更快的达到你的理想身材。我知道你可能会想说，这个是要付钱的吧？网络上免费资讯这么多，我干嘛要跟你买课呢？其实你说的没有错，网络上的确有很多的免费资讯，但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故事。我之前去巴黎的时候，看到2件极度干燥的外套，那时候这个牌子还蛮红的，让我非常的心动。一件是我真的很喜欢的款式，可是那个要价要99欧元，另一件刚好在特价，只要30欧元。但说实话，就是没有那么好看。那时候我只是刚出社会的穷人，实在是买不起99欧元的外套，最后就想说算了，那就花30欧元买个特价的吧，至少也是极度干燥的外套嘛。结果呢，买回来之后，我穿了1次，就再也不穿了，因为它真的是就不适合我，那我也不喜欢，最后就一直挂在衣柜里面积灰尘，其实反而更浪费。健身也是一样的道理，网络上免费的资讯这么多，就像那一件30欧元的外套一样，看起来非常的划算，但它们往往是零散的，甚至是互相冲突的。就像你今天听到的 HIIT 跟慢跑的争议一样，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看、去尝试，就发现根本不适合你，或者做了半天没有效果，到最后就放弃了。这个其实才是最大的浪费，因为浪费的是你的时间、精力，然后还有你的信心。那这个系统给你的是一套经过验证、完整而且个人化的策略，它就像99欧元的那个外套一样，一开始看起来好像有点贵，但因为它真的很适合你，你反而会一直用，那最后其实就会变成划算的投资。它会帮你省下时间摸索，尝试大量的时间跟精力，让你少走一些弯路，更快的达到目标。这个其实才是最宝贵的。那你可能会想说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，这个系统会不会很复杂呢？其实刚好相反，因为这个系统就是为了忙碌的人而设计的。我跟你分享一个我学生的故事，她是一个上班族，同时也是一个妈妈，每天早上要带小孩去上学，准备早餐，晚上还要去安亲班接小孩，甚至还要煮饭。她的时间非常紧绷，一周最多只能运动2次。但就算是这样，她还是利用仅有的时间来跟我训练，最终身材改变了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时间少的话，你需要更精准的做正确的事情。如果你时间已经很少了，却还是用错误的方法训练的话，那才是真正的浪费时间。这个系统的核心理念就是效率，教你的都是 CP 值最高的训练还有饮食的方式。你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训练，也能看到实质的效果。就像我这位学生一样，一周2次照样可以达标。
也许你以前有试过很多方法，只是都失败了，所以会想说，这个方法真的可以帮助到我吗？我完全理解这种感觉，因为我也有很多学生在来找我之前，其实也都有请过教练，也试过各种方法，但为什么后来他们来跟我上课，效果反而更好呢？其实关键就在于细节，很多人失败不是因为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方法上的细节没有抓对，可能是训练的强度、频率，或者是动作的执行方式。或者是饮食的安排时机，这一些看似微小的差异，累积起来就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。但这个系统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它提供了清晰的步骤，还有原因，让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而且卡关的时候要怎么去调整。它不是一个让你盲从的计划，而是教你一套如何掌握自己身体状况的实战手册。所以，如果你之前有试过很多方法都没用，那可能不是你的问题，而是那一些方法缺少了关键的细节，而这个系统就会帮你把细节补上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就点击影片下方的描述栏连结。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我们下次再见。